Hello，大家好。在这一支影片，我们要来稍微谈谈设计思考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设计思考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它的历史是什么。那设计的理论发展与流派非常的多，要全部完整的回顾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在这边，我们只简单的来讨论。首先，我们前面有提到，设计思考是把设计师做事与思考的方式萃取出来，变成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或原则。一般来说，设计师进行设计的过程，常常被视为一种黑盒子，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黑盒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设计者在设计创作的过程中，大脑是如何从事思考的，只知道设计师最终创造出了作品。那黑盒子里面，我们可能会说是灵感，是灵光乍现，是艺术般的创造力，是很个人化的思考历程，而其他人很难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1960年代，在那个电脑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年代，科学家为了探索电脑是否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那他们发现必须要先去了解人是怎么思考的。那在1970年代以来，一些设计研究者也开始问，电脑可不可以像人类一样做设计呢？所以也必须去了解人们做设计的过程中是怎么思考的，尝试打开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心智活动的黑盒子。诺贝尔奖得主 Herbert A. Simon 也是人工智慧的专家，他在1969年出版的《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中文姑且翻译为人工造物的科学。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许多观点，这些观点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设计思考的原则。他也提出了有7个步骤的流程，里面包含定义问题、快速原型设计、测试等等。这些概念构成了现今许多设计或是创业流程的核心。随后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继续去探讨，设计师做设计的方法是什么，流程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共通性的原则？设计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可以发展成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呢？例如，在1987年，哈佛大学建筑与都市设计的教授 Peter G. Rowe 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Design Thinking》设计思考。这本书着重在建筑的领域，从建筑设计的几个思考行为出发，再进一步去讨论设计思考的重要原理。那距离现今比较近的，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知名的设计顾问公司 IDEO， 它被认为是把设计思考带进主流的一间公司。IDEO 于1991年成立于美国加州，它一开始是由3间工业设计的公司合并而成的。那它曾经为苹果设计出第一支电脑滑鼠，但慢慢的他们发现越来越多人找他们去处理一些一般人会觉得跟设计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说请他们帮忙重建一个基金会，请他们设计一个另类学习环境等等这样的专案。那随着他们的案子开始横跨各行各业，他们将设计师的思考方式与各种工具带进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也开始把设计思考这个词用在商业的领域，开发出了许多设计的方法与工具包。接下来 IDEO 的创办人之一 David Kelley， 他到了史丹佛大学当教授。2005年的时候，在史丹佛大学成立了 D School， 开始教授设计思考的课程，让各个领域的学生在课堂上合作，一起做专案。而史丹佛 D School 教学所使用的设计思考流程，就是我们这堂课所使用的5步骤流程。那其实设计思考的流程有很多种变化的版本，像是 IDEO 它自己的3I 流程 Inspiration、Ideation 到 Implementation。IBM 也有自己的 The Loop 模型。那欧洲最大软体公司 SAP， 它的流程则是 Look、Think、Do。德国波茨坦大学 HPI 的6个阶段，这些都是设计思考的流程。虽然步骤名称不太一样，但是在本质上是非常相近的东西。那我们在这边只是希望大家知道，这堂课所使用的5个步骤，只是一个帮助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铁则。重点是能用这些步骤去学习并掌握设计思考的精神，并且能对自己的生活或是所做的专案产生帮助。那我们对设计思考的脉络简介就到这边，下支影片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